前段时间，五角大楼从日本冲绳撤走48架 F-15战斗机带来的影响仍旧在持续发酵之中。尽管美军为了证明自己在东亚地区对中国依旧有着绝对的震慑力，这次行动也仅仅只是一次正常的换防活动。美国方面出动了6架大型机、36架军机，在冲绳组成壮观的大象漫步，展现实力。而且他们更是直接从阿拉斯加调来了14架 F-22隐身战机作为补偿。甚至还通过伴飞中俄联合巡航编队的方式，向外界大方公开了自己 F-22已经进驻日本的消息。只不过即便如此，美国政府高层仍旧表示不满，他们认为从中国附近撤离4个永久部署的战斗机联队对美国来说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接受的。不管美军以什么理由撤走这些战斗机，中国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都会将其视为撤军，从而影响美军的战略威慑能力。目前已经有多名共和党议员直接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致信，要求他重新考虑关于冲绳防御力量建设的事情。美国军方知道这些事情吗？那他们肯定知道，但他们没得选啊。目前美国军方通过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若中美发生冲突，中方火箭军齐射一次中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将有252枚可以到达加手纳，126枚可以打击延国基地，36枚可以打击三泽基地。而根据中国目前的实力，火箭军能短时间内进行2到3次齐射。美国安全中心国防项目高级研究员兼国防项目主任斯塔西·贝利约翰说，随着中国在远程精确火力上的巨大投入，美国在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是安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把战斗机全放在加手纳空军基地，等同于美国人把自己在东亚的全部制空力量摆着当靶子用。目前美国的策略是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就是说，把本来集中在东亚附近的几个军事基地里面的力量分散开来，而且要部署在远离中国近海的位置，比如天宁岛和廷达尔，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大力建设的军事基地所在地。相对于冲绳等地，这里远离中国的远程火力范围打击，其相对位置也更加安全。当然，那些在中国火力覆盖范围之内的基地，也不是说彻底不要了，只不过是把原来的常备部队改为轮换部队，而且轮换部队要尽可能轮换老旧的装备。就比如这次美国替换的 F-22战机，看上去是把4代机换成了5代机，但如果你考虑到机龄和维护程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话，这些 F-22实际产生的威慑效果是远远不如 F-15战斗机的。毕竟这些飞机太老，用的航电系统都是上世纪的老古董，能发挥多少战力，只能说是存疑。因此这些飞机可以作为炮灰存在，就是让你中国打的。美国军方管这种军队分散在远离中国位置部署的方式叫做弹性防御，也就是避免战机被中国第一波导弹打击一锅端，然后徐徐图之。这样也不是没有缺点，毕竟战机都部署在远离中国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一旦开战，美军留给解放军的响应时间会更长。如果美军想要率先发起进攻，那么战役突然性也将会大打折扣，但这也比战争初期主要战力被直接一锅端要强。然而针对美军这种所谓的弹性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以距离换取安全的做法，美国政界却有不同的想法。前副助理国务卿史蒂夫·甘亚德就认为，美国空军宣布用轮换部署战斗机部队的方式替代冲绳永久部署 F-15战斗机的做法逻辑不通，因为轮换部署在该岛上的战斗机与永久部署的部队在战时面临同样的风险。关于这个观点，本虎只想说，军方只需要考虑战场形势，可政客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除了军队的实际战斗能力之外，他们还需要考虑国内民众态度、国际态势以及安抚盟友。先说国内民众态度，美国国民对现代战争的理解基本停留在二战时期，觉得集中优势兵力就是压制对手的最好方式，这就导致这种弹性防御策略会引发民众反对。他们认为，既然美军在这里处于劣势，就应该加大部队部署量，而这种反对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客手中的选票。然后就是国际态势，加手纳是美国在东亚投射力量用的战略基地，撤走50架战机代表着美国转变姿态，连带着美国就连安抚盟友的事情都难以做好。因为这种行动在美国位于东亚地区的盟国看来，就是由于美国缺乏保护其盟友和伙伴，避免中国影响的实力，所以选择违背自己最初的承诺，很容易导致外交场上美国的崩盘。
从而让美国在东亚地区变得孤立无援，让美国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如果单纯撤出飞机，倒也没什么。然而这几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渣操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是提高东亚的驻军费用，然后是南海仲裁闹剧期间，美国航母战斗群面临中国时选择撤离，种种行为都导致现在美国在东亚的声誉跌至冰点。而这次撤走战斗机，可以说是让美国本就不好的东亚态势雪上加霜。总的来说，现在美国进入了进退两难的阶段。军事上，美国如果想保持东亚军事，就必须从接近中国位置上撤出。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果撤走，就会导致美国在东亚地区政治态势变得更加危险。接下来就只能看美国人在政治和军事上要如何做出抉择了。